Do it. Do what? Just get it over with. I'd rather you kill me than some imp. I need to remove your helmet if I am to save you. Try it and I'll kill you. No living thing has seen me without my helmet since I swore the creed. I am not a living thing. 1977年首部《星球大战》电影上映，从此对美国电影乃至美国当代流行文化产生直接且深厚的影响。但《星战》的真人电视剧衍生品却是一个非常新兴的领域。2012年，《星战》的摇篮卢卡斯影业被转让给迪士尼，后者为《星战》宇宙的挖掘和延展做了新的规划，其中就包括为其制作第一部真人电视剧，也就是今天介绍的《曼达洛人》。截至本期视频为止，《曼达洛人》系列已完播2季，第3季正在播出。而在推出第3季之前，迪士尼还加入了另2部真人衍生剧《波巴费特之书》和《欧比旺》，其中《波巴费特之书》与《曼达洛人》系列关系密切。不仅波巴费特本人就是一个曼达洛人，而且在这个仅有7集的系列中，一半都有曼达洛人主角的参与。3部《曼达洛人》加1部《波巴费特之书》共同构成迪士尼翻新星战的计划中最重要也最完整的一部分。对于星战迷以外的观众也十分友好，它自成一体，无需对星战系列的宇宙观和历史有很多了解。对于那些还未入坑和不小心已经入坑的星战零基础的朋友们，这个视频会告诉你们所有跟这部剧有关的必要背景知识。曼达洛人这部剧的主角一开始就叫曼达洛人，江湖人称 Mondo， 是一个单枪匹马闯荡银河系的赏金猎人。在一次奖励丰厚的特殊任务中，他被委托寻找一个在感知宇宙原理方面天赋异禀的小朋友。只需对星战有一点点了解，就能一眼看出，这个孩子与星战正传系列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尤达大师同属一个种族，因此被大家有爱地叫做尤达宝宝，也叫绝地宝贝。绝地的英文名称是 Jedi， 是星战世界中的光明武士团，属于代表善的光明势力，掌握宇宙中的原力和使用它的技巧，以维护银河系的稳定为己任。想要获得绝地宝贝的雇佣者是银河系帝国时期就职于情报部的官员，其目的是对这个神奇的小朋友进行研究。第1季讲述的是这个曼达洛人在完成任务之后，又把同样身世不明的小孩从实验室解救出来。从此，这对举目无亲的拍档彼此相伴，浪迹天涯，躲避其他赏金猎人的围追堵截。超级英雄奶爸配上可爱卖萌的天才宝宝，让迪士尼这部真人剧集连续获得极高评价。第1季就一举获得15项艾美奖提名。直到第1季第5集，我们才被告知，剧中这个曼达洛人的真名是丁贾林。他所属的曼达洛人群体在星战系列电影的技术中，最早出现在1980年《星球大战》的第2部《帝国大反击》当中，而代表角色正是前面提到的波巴费特，他在里面也是一名曼达洛赏金猎人。这位之后，星战为曼达洛人的定位指明了方向。曼达洛人属于类人族的一个分支，居住在曼达洛星球及其卫星上。在星战的政治生态中独树一帜，亦正亦邪，遵循曼达洛文明自己的准则。曼达洛人这个称谓并不只属于出生在曼达洛星球上的人，也不是只有这一种族独享。所有认同曼达洛文化、按照曼达洛信条行事、接受过洗礼的智慧生物，都可成为这个团体的一份子。另一些与曼达洛人背景有关的信息，可在《星球大战》动画衍生剧《克隆战争》中找到，比如沙廷女公爵。她是在曼达洛人系列中2度救过男主命的博卡坦的姐姐，曾是曼达洛星的统治者。因为曼达洛历史上深受战乱祸患，所以她决意施行和平主义。包括丁贾林所归属的曼达洛派别在内的反对者们，则因崇尚传统的武士精神而被放逐到曼达洛星的卫星上。但这恰好让这些人在曼达洛星人遭受大清洗时幸存下来。那场大清洗史称千泪之夜。坚持尚武精神的曼达洛人逃过一劫，造成了一个有趣的后果。这似乎说明曼达洛人之所以丧失家园，是因其抛弃了自己尚武传统而遭到诅咒。至少丁贾林所在的原教旨主义派别是这样认为的。这个错误判断只有等到丁贾林重返曼达洛星才被否定。丁贾林返回曼达洛星，是因为他曾在与绝地宝贝离别之际摘下头盔与他告别，这违背了他所属宗派的信条。为了赎回自己曼达洛人的身份，他必须回到母星深处矿区的圣水池中沐浴。在完成这项任务的同时，他证实了曼达洛星并未遭到诅咒。
这段情节又自然地引出第3季真正的主题——曼达洛人的复国运动，也为他所在派别和博卡坦的王室宗系结为同盟做好铺垫。因为此举更正了诅咒的错误，也因为与丁贾林同行的博卡坦有幸亲眼见到了密宗徽章上的神龙，这被解读为全体曼达洛文明要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启示，那就是复兴曼达洛文明，重建家园。因此，暗剑之争一度成为焦点。这把传奇的曼达洛武器是权力的象征，拥有它是作为曼达洛合法统治者的必要条件。与绝地武士拥有的光剑相似，持有者必须与暗剑达成心智合一，才能掌握使用它的技巧。丁贾林在与帝国残余势力的战斗中获得此剑，而博卡坦也需要这把剑来让自己继续拥有统治曼达洛人的合法地位。但鉴于避免曼达洛人自相残杀而未向丁贾林发起挑战，我本以为剧本会朝着博卡坦在某场战斗中牺牲，从而扶正丁贾林成为所有曼达洛人的统领。但刚刚结束的第6集打破了这个假设，编剧选择了一种更简单、略显幼稚的逻辑，将这把剑转移至博卡坦手中。曼达洛人复国运动就此正式拉开帷幕。Bo-Katan Kryze is going off to bring other Mandalorians in exile to us, so that we may join together once again. But she shows her face. Bo-Katan walks both worlds. She can bring all tribes together. It is time to retake Mandalore. 相比丁贾林和曼达洛人，我们对绝地宝贝和他的种族知之甚少。星战创始人卢卡斯不论戏里戏外都从未认真谈论过这个问题。第2季结尾处，我们才终于知道绝地宝贝的名字叫 Grogu。不过，不管揭开 Grogu 的身世之谜是不是在迪士尼的计划之内，将小朋友设定为蒙版尤达，绝对是神来之笔。影片中 Grogu 的形象更像是粘土模型动画，不连贯的动作却意外凸显出他的呆萌可爱。他还没学会说话，甚至连牙牙学语都做不到，只会发出一些感叹词。虽然个头小，又傻了吧唧的，但却不能小看他。他已经掌握的原力，时不时会放出大招，甚至多次救过周围人的命。如此一番操作下来，就连最较真的星战迷也会心软，不去追究什么合理性之类的问题了。丁贾林和 Grogu 的个人命运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幼年颠沛流离，分别被曼达洛人和绝地武士所救和培养，对未来生活充满迷茫。曼达洛人和波巴费特之书中，他们的故事主线是2人分别寻找自己同伴，这既是观众了解他们和他们所属团体的过程，也是剧中的他们需要认识自我的机会。这段心路历程是一场令人兴奋的星际之旅，穿梭在银河系每个角落，与不同种族打交道。命运让2个人结伴而行，在共同的道路上分别探索自己的未来。与其说丁贾林照顾 Grogu， 不如说2人相互成就对方，彼此依靠，认清自我，寻找终生的使命。虽然独往独来，行走天下，但他们注定不能只为自己而活。在揭晓绝地宝贝名字的那场戏中，我们见到久违的卢克天行者。这场压轴大戏是整个曼达洛人系列中最令我难忘的演出。影片先通过丁贾林与帝国黑暗风暴兵1对1的决斗渲染后者的强大，而后又派上整支黑暗风暴兵编队，将丁贾林及其同伴逼入绝境。正当危急时刻，卢克登场，在一段不合谐音的舒缓旋律的伴奏下，以非常优雅的方式轻松销毁了所有敌人，显现出绝地武士是这个宇宙中超越普通物种的独特存在。在大名鼎鼎的卢克出现之前，丁贾林还曾向另一位绝地武士阿索卡寻求帮助。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绝地武士和曼达洛人一样，是围绕信仰建立起来的团体，不局限于性别或种族。当然，对于星战迷来说，这也不是秘密。这2个群体都体现出迪士尼继承了星战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特征——美式多元主义的民主政治。其实设计这对组合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2人的羁绊中混杂着曼达洛人和绝地武士团充满动荡甚至冲突的历史。曼达洛人与绝地武士在星战历史上有过许多恩怨，最早可以追溯到影片开始前的数千年。当时银河系还处在旧共和国时期，以武力作为信仰的曼达洛人主张对外扩张，征服周围星球，并向银河中心挺进。但在入侵时遭遇绝地武士。曼达洛人身披的盔甲是由极其稀有且坚韧的曼达洛铁铸制而成。
它正是在这场对弈中被曼达洛人发明出来。他们不仅有可以抵挡光剑的盔甲，还创造出一套专门针对绝地武士的格斗术。这场旷日持久、难分难解的战争，最终以绝地武士对曼达洛星球发动灭族式打击而结束。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千类之夜。数千年后，一个绝地武士在为救共和国秘密打造一支克隆人军队时，采用了一个曼达洛人赏金猎人的基因。克隆人的盔甲设计也效仿曼达洛样式。在改写历史的克隆人战争之后，银河系就共和国覆灭，银河帝国建立，曼达洛星区成为帝国的附属地，曼达洛文明从此失去了家园和独立政权。片中的博卡坦便是在这时被迫退位流亡，留下的曼达洛人成为帝国军队的一部分，被编入帝国超级突击队，而逃离的曼达洛人则漂流在星系各处，赏金猎人或受雇于他人的民兵成为他们的主要职业。知道这些背景后，我们可以更好地体会一个曼达洛人奶爸带着一个绝地武士小朋友浪迹天涯，真的是迪士尼精心打造、寓意丰富的矛盾体。但就这两个种族在历史上的纠葛，就能为剧集衍生出取之不尽的素材。不过，虽然 Grogu 身上有更多更有趣的元素，比如作为绝地武士，他在成长过程中很容易受到暗黑势力的诱惑，走上歧途，成为宇宙破坏力量西斯战士的一员。再比如绝地武士的信条，像所有信条一样具有排他性。Grogu 在波巴费特之书里选择与丁甲林重逢，就是抛弃了自己本应履行的使命，甚至放弃了卢克地上的犹达大师光剑。但是这部剧终究还是叫曼达洛人，丁甲林和全体曼达洛的归属应该会一直占据主要篇幅，所以估计我们很难见到发展上述剧情的设计吧。 If you choose the armor, you'll return to your friend, the Mandalorian. However, you will be giving into attachment to those that you love, and forsaking the way of the Jedi. But if you choose the lightsaber, you will be the first student in my academy, and I will train you to be a great Jedi. And you may never see the Mandalorian again. Because, Grogu, a short time for you is a lifetime for someone else. 将奶爸和萌宠结合在一起的，不仅是同为孤儿的相似经历，也不是表面上曼达洛是亲如父子的师徒纽带，而是两人性本善的本质设定和他们自己还未意识到的维护星系和平的使命。星战总是飘散着一股罗马历史的味道，曼达洛人的民风和做派又酷似古希腊的斯巴达人，尤其是一群曼达洛人一起战斗的场景，很容易让我联想起斯巴达300勇士。而丁甲林在游走江湖的同时还四处击杀猛兽，又让他看上去像古希腊神话中传颂的英雄。然而，倘若我们能去除这些表象，并不难发现曼达洛人有武士道和西部牛仔双核驱动的真正内核。众所周知，星战之父卢卡斯是日本武士文化的粉丝，绝地武士就是依据日本武士的形象创造出来的。第一部星战片《曙光乍现》受到黑泽明导演的《战国英豪》的启发，而曼达洛人则明显与日本电影《带子雄狼》颇为相似。后者取材于漫画，讲述一名武士被奸人害得家破妻亡，携年幼的儿子游走江湖，一边做刺客谋生计，一边寻找复仇的机会。但丁甲林独闯江湖、快意恩仇的赏金猎人的底色，表现出更多美国西部片主人公的特征。在场景布置方面，日本武士片和美国西部片在曼达洛人中都有属于自己的完整时刻。而两种类型片所推崇的朴素伦理，正是这部剧成功的真正诀窍。丁甲林作为赏金猎人的契约精神和作为曼达洛人的忠诚执着，分别对应日本武士的坚毅果决和西部牛仔的侠骨柔情，两者又都有惩奸除恶、行侠仗义的属性加持。曼达洛人的故事发生在帝国向新共和国过渡的时期，地点主要在银河系外圈地区，军阀林立，海盗猖獗，帝国军队残余势力蠢蠢欲动。政治分裂让法律失效，生活不稳定使道德沦丧。这位拥有自己的信仰、随身携带一个小型军火库的曼达洛人，特立独行、不受世俗约束的行为模式，制造了合理发挥的空间。在混乱的世界里，简单明了、贴近人情世故的朴素道德观更容易赢得人心。迪士尼也很有策略地将所有准则概括成一句标志性短语 When one chooses to walk the way of the Mandalore, you are both hunter and prey. This is the way. This is the way. This is the way. Reserve some for the foundlings. As it should always be. The foundlings are the future. This is the way.
This is the way. This is the way. 随着这部剧的人气持续高涨，这句台词已成为与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同等量级的经典。曼达洛人的剧本对星战宝藏进行了合理挖掘，与波巴费特之书一起组成有足够说服力的逻辑链条。虽然星战本身的传统美式主流价值观仍然会使一些情节显得粗糙或幼稚，但还不足以被视作一个严重缺点，因此值得8分。影片的特效和拍摄处处体现迪士尼的阔绰，虚拟和现实真正做到无缝连接，观众能心甘情愿的无脑吸绝地宝贝，就足以说明它配得上满分。在演员挑选方面，除了担任主角的 Pedro Pascal 之外，其他不少角色都遭到星战迷诟病，尤其是几位女性角色。我同意他们的大多观点，因此表演只有7分。朴素的伦理道德一直都很有市场，但多磕会上瘾，也不利于精神健康。我最爱的西部人物其实是由比利时人创造的漫画角色幸运的卢克，所以虽然50片加西部片的硬汉奶爸鸡尾酒确实很赞，但不完全是我的口味。我更偏爱不会激发崇拜之情的呆头呆脑的浪子英雄，因此影片的寓意我给8分。曼达洛人系列的第1、2季采用的场景回归星战正传系列的审美，大多追求一种朴素的美，茫茫沙漠、冰天雪地、茂盛丛林与人物质朴刚健、软呆萌的性格非常契合。而第3季进入银河共和国首都克洛桑后，我们又见到漫威式的繁花似锦，配合影片展开更宏大叙事的需求。曼达洛人和波巴费特之书的连续剧保持极高完成度的美学统一，考虑到它是星战第1部真人剧集，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必须是满分。曼达洛人与波巴费特之书最终评分8.6分。我们是 Dr. Kupo， 下次见。